然发现我们游乐园最近多了好多差评，主要都是评价我们的卫生有问题，地上全都是垃圾啊！为此我特地出门确认了一下，果然目光所及之处全是各种饮料包装、小吃剩下的纸盒、纸杯。有的人可能会说了，你们游乐园就没有清洁工吗？可以看到我们是有清洁工的，依然还是有这么多的垃圾啊！这是因为我们斥巨资改善了交通，建造了大巴车接送游客，甚至还在大门口修建了地铁站，因此乐园的游客数量从平时的2、3千人扩张到了现在的8000人，游客数量的大量激增，虽然让我们的各种小摊贩排起了长队，生意变得更好，但同时也产生了更多的垃圾，导致我们的垃圾桶爆仓。这游客们一看垃圾都满了，哎呀，刚刚发生什么事了？偷偷的就把垃圾给扔地上了。既然现在我们已经得知了问题的由来，我们园长正式决定亲自着手解决这次的垃圾危机。首先我们要知道导致这次危机主要的责任在谁身上。那很显然，虽然我们的园方有那么0.0001%的责任，但99.99%是这些游客导致的，就是他们随便乱丢垃圾。所以我们治理的第一步当然是要对这种不文明行为进行惩罚，用于警示众游客。所以这边呢，我们把商业街的铺面简单改造了一下，毕竟我觉得乱丢垃圾这种小事也不至于罚款。咱们就轻判个15年就行了。希望你这段时间好好改造，重新做人。我们园长这一良苦用心，也可以警示着路过的游客，文明游玩，再也不乱丢垃圾了。那问题就来了，现在游乐园有这么多垃圾，该怎么处理呢？不用担心，我们的园长已经花巨资请了专业的团队，他们每一位都是环境改造工程师，有着极高的专业技能，脚踩硬朗的皮靴，统一的步伐，身着一致的全面防护工作服，在人手一把的无能源消耗地面清洁设备的帮助下，得以快速扫清眼前的垃圾。我们园长亲临现场，一条街满满的垃圾，很快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我们的专业团队给消灭。不到10分钟的功夫，现在我们找都找不到垃圾，地板光滑明亮，一尘不染，这垃圾都已经成了稀缺资源，我们的乐园瞬间崭新如初。但是这个时候又有问题产生了，我们这次的清洁请了这么专业的团队，显然是花了大量的预算的。如果不收回成本，我们又该如何建造我的世界园区呢？毕竟这次乐园的我的世界园区不仅要结合游乐设施的好玩，更重要的还得是还原我的世界的风格特性，让原作的玩家感觉到亲切。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我的世界里的史蒂夫都很牛啊，无论从多高的地方掉下来，只要你落入了水中都会毫发无伤，这也是进阶玩家的一个标配技能。那现在我们的任务就很简单了，一方面要给我的世界园区筹措资金，第二方面要锻炼游客的技能，让他们学会落地水。只有通过了挑战的游客才配进入我的世界园区。不过呢，这个落地水对我们的游客来说不是什么难事，毕竟我们早就有了一个高空跳水项目勇气，游客们攀登到最高点，顺着滑梯一落而下，最终坠入泳池，同样是毫发无伤安全可靠。硬要说和落地水有什么区别呢？就是我们的泳池太大了，游客想要跳进去没什么难度。那为了还原更像我的世界落地水的跳水滑梯，我特地在这里造了一个新的透明滑梯。只不过呢，我们这个安全测试一直没有通过，用这个假人看不清楚落地。为了节约各位观众的宝贵时间咱们就不麻烦了，直接上真人。当游客在空中的时候，我们也不能闲着，因为这地上我们还没来得及造泳池。现在我们需要快速记住游客的落地。好的，我鹰一般的双眼已经锁定了位置，我们就在这儿造上最小一格的泳池。这么小的泳池在高空几乎是看不见的，只有快落地的时候才能看见，这就和我的世界跳一格水的感觉是一样的。好的，现在让我们欢迎第一位试玩的幸运游客。哇，跟我们的设想一样在空中几乎是看不到泳池的，只有快抵达地面的时候。看来我们刚刚记的位置跟游客的落点稍微有一点点出入，这个问题不大，我们现在把它挪到正确的位置不就行了吗？现在这个位置我可以100%的确，经过了我们刚刚严密的排查了以后还有点小小的误差，现在这样是100%精确的。那看到这里，很多观众难免会有些疑问首先这游客都是傻子吗？没测试完的项目都敢做，感觉缺乏一点安全意识。这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不是要为我的世界园区筹款吗？应该去赚钱才对，怎么现在看起来在给游客上刑不要着急，现在我就给你们解释一下。首先我们知道这些游客想要坐滑梯，就得要先从楼梯上来，到了顶层他们就会玩自己想玩的滑梯。那可以看到顶层有4个滑梯，3个是安全的，透明的滑梯就是没有测试过的不安全的滑梯但是像现在正常的情况，游客是不会来做这种不安全的滑梯的。可以看到游客都选择了其他的3个滑梯，那问题就来了，我们是怎么让这些游客选择这个不安全滑梯的呢？这里就是我们的关键性操作了。首先我们平台上的滑梯都是营业状态，那来玩的游客就会随机挑选一个作为自己的目标，从而爬楼梯上来排队。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当我们把上面所有的滑梯都设置成了不营业状态，这些楼梯上的游客就会要下去，因为上面已经没项目了嘛。那现在我们再单独打开这个不安全项目的滑梯，会发现这游客又上来了，因为有项目玩了嘛，很合理即便这个项目不是他们一开始要玩的，但是来都来了，就会来玩我们的不安全项目。那基于这个逻辑我们现在再关闭这个不安全项目，可以看到游客又要回去了。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给这个项目稍微涨价，设置成最高价200元，因为一个普通滑梯也就2、3块钱根本就不赚钱。这样我们再开业，游客会不会回来呢？可以看到，只要上面是有项目的，无论危不危险，无论多少钱，他们都会回来做。本来我以为是不是游戏的 bug， 但我想了一下，应该是游客为了支持我们的世界园区，所以选择了自愿为我们筹款。面对这群游客的良苦用心，本来我应该拒绝但是我的电脑卡住了，只能
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一群游客给我们送钱，一个个跳入水中。尽管这200块钱呢确实是贵了一点点，但游客确实可以体会到落地水的刺激，整体的体验还是很好的，而且呢安全可靠，游客们游玩起来完全可以放心。再来看看我们乐园的营收情况，不枉费我们园长良心的运营，我们乐园的财报再创新高。既然我们终于有了充足的资金，我们现在就开始建造我的世界园区。首先我们都知道我的世界它是一个方块组成的世界，现在我们就可以用改过颜色的墙体拼成不同大小的方块，那这样就可以模拟出泥土块的感觉。那这土方块上面我们铺一层草，它瞬间就变成了草方块。有了这个逻辑，这岩石类的方块也一样，我们不仅可以轻易的做出原石，还可以在石头里面加入各种不同颜色的晶体，呈现出不同矿石的感觉。那基于这个逻辑呢，我们还可以做出不同的方块树、不同职业的村民、不同种类的动物，还有不同的怪物。准备就绪，我们用草方块、泥土块圈出我们园区的范围。接着呢，我们可以在山顶打出一个醒目的标志，让游客们一眼就能看出这是我的世界园区。然后这园区内啊，我们首先还是来造商业街。根据我们的设定，这里本来是一个村庄，现在被我们这个良心开发商给开发成了游乐园，因此带动了旅游业，来了大批游客。小村庄直接变成了小城镇，原本的土路木房现在都升级成了砖头路、砖头房。原本的村民啊，直接做起了生意。那问题就来了，我们既然是特色园区，有没有什么特色的商品呢？当然是有的。我们不仅有熔岩烤鸡热狗店，同时呢还有粉羊羊服装纪念品店。这里的服装纪念品啊是100%纯羊毛，现场从羊身上剪下来的。烤鸡店就更厉害了，我们是用岩浆全自动现场炭烤，烤出来的鸡肉啊鲜嫩多汁，口齿留香，吃了还想吃啊。那有的观众可能就不满意了，你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业街而已，身为游乐园你怎么没有游乐设施啊？难道这个园区只卖东西吗？那肯定不是啊，我们这次为园区预留了多款设施。这首先呢是一个海盗船，因为要符合我的世界的风格，同时还得保留我们南瓜乐园的主题。那我们这边就把海盗船装饰成了一个马赛克的南瓜头，这样和周围的场景结合起来，看起来也不突兀。那随着我们海盗船的建成，游客们纷纷穿过了商业街，过来体验我们乐园的第一个海盗船项目。同时我们为了让游客更有玩家的代入感，我们特地安排了村民过来售票。怎么样？现在是不是已经有了一点我的世界游乐园的感觉了？但是我觉得一个海盗船这个项目太简单了，显然我们还需要一点更大制作的项目，同时呢还得还原我的世界里面本身的游戏性。这就让我想到了，在我的世界里啊，有一种交通方式是在冰块上面划船，这样的速度非常快啊，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做赛道跟朋友们比赛。那这个岂不是和我们乐园里的卡丁车项目非常的像，都是赛道，接着一个人操控一辆载具，比谁的速度更快。按照这个思路，我们的园区也可以造一圈卡丁车轨道，我们只需要把赛道的路面设置成蓝色，就有冰面的感觉了。游客们在这里赛车，沿路观赏一下村民的房子，看看路边的街景，而且这野外我还放了一些僵尸，虽然说没有着火，但白天的时候我们可以放一些着火的音效，氛围感一下子就上来了。接下来的问题啊，就是游客坐的卡丁车显得非常突兀。这个简单，我们给卡丁车套一圈木板不就行了吗？哎，现在看起来好像已经有了一点船的感觉了，不过总感觉啊还缺少了点什么。仔细观察了一下，就是游戏里的这个船桨，没有这个船桨啊，总感觉缺少了点动力的来源。之后呢，我们仔细思考了一下这种船桨的制作方案，想到了可以用这种旋转平台，让它小幅度的来回摆动，接着把一个船桨连接到这个旋转平台上，它就会有一种摆动的效果。那为了避免穿帮，我们可以把船桨和旋转平台的距离拉远，这样我们再把船桨连接到船上，这个旋转的部件呢就会被藏在土里，营造出一种船桨在滑的感觉。OK， 我们的冰面划船卡丁车项目正式开业，各位看一下效果，感觉如何？而且呢，每辆卡丁车啊都是游客自己操控，开的菜的呢就垫底，开的好的呢就在前面竞速。因为我们的赛道里还是设置有一些上坡、下坡，还有障碍物，让玩家们之间有一些竞速、死斗、弯道超车的机会，这样可以大大的增加我们项目的可玩性啊！看得我这个园长都有点想进去飙2圈了。不仅如此啊，为了丰富整个园区的世界观，我们还在地图的边缘啊造了玩家在生存模式里面最喜欢造的刷怪塔，目的就是让游客们感觉自己身处于游戏之中，整个细节啊方方面面都做到位。那可能这个时候就有观众说了，我们的生存模式啊根本就不可能让村民过上这样的好日子。我刚进村的第1天，大街上就不可能看得到村民。那不瞒各位所说，为了丰富世界观啊，我们这个园区呢也是有点黑暗的地方了。首先，山顶的矿山呢是禁区，只有矿工可以在此活动。山脚下这个混凝土的方形建筑啊，就是监狱。监狱里面关押的村民都是私闯禁区、走私牟利的奸商。眼前的这位，你只要给他点绿宝石，他就会给你强劲的武器；而他旁边的这位，你只要给他绿宝石，他就会给你一只战斗力爆表的恶犬。里面的这个更夸张啊，给他绿宝石，他能把村庄的保镖卖给你。在里面的还要过分啊，只要绿宝石到位，他不仅倒卖这个世界的土地，还帮盖好一栋小别墅。再往里面的，只要绿宝石到位，他帮你去抓一只木影龙当宠物啊。最里面的这个更是罪大恶极，直接拐卖人口啊，送你一个老婆。现在大家应该了解了，我们不是不关村民啊，我们是只关有用的村民。那既然这个矿山啊是禁区，这里要是开发成过山车，想必游客一定很感兴趣。毕竟这矿山本来就有矿车轨道，我们这个过山车项目其实早就已经随着这个山体的建成一起就建好了。而过山车的入口呢就在监狱。那现在大家就跟随我的视角一起来体验一遍。首先，这过山车的一开始呢是一段爬坡，为了营造氛围，我们还在旁边放了红石灯，假装是给过山车提供动力。然后这个过山车呢一开始是比较慢的，因为在我们设定的背景故事里啊，游客是过来参观我们的矿洞，所以是一种游览的速度。但是一直这么慢肯定不行啊，不出意外的话，那肯定要出意外了。库里帕的突然出现，炸坏了原本的路线。矿车突然下坠，速度一下子就提起来了。这个时候才发现，原来底下也连接着轨道，有一个废弃的矿坑，而且还有大量的红石、钻石、青金石没有开采啊，就被封上了。游客们因为意外闯入了这里，却发现废弃矿坑的尽头是一个地狱门，眼前出现了一堆不明特效，转眼间就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下界。
好在一会儿的功夫啊，你看到了出口，再次穿过地狱门，你看到了久违的阳光，虽然非常刺眼，但你知道你已经回到了主世界，恭喜你！接下来就是回家的路了。这过山车的时间呢虽然不长，但几乎已经占满了我们整个园区的空间啊。之后游客就可以坐着矿车环绕半个我的世界园区，跨越山坡、桥梁、隧道，最终呢回到起点。这就是这个过山车项目的全部流程了。各位感觉可以打几分呢？那随着我的世界园区的正式开业，园区立马就被游客们挤爆了，大街小巷的挤满了游客，看得出来十分受游客们的欢迎。那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各位觉得这个视频做的还不错的话，可以帮我的视频点个赞哦。另外一定要记得关注我的频道，谢谢你们了。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大家拜拜。